你是不是也认识这种人？年纪轻轻，体重不到50公斤，早餐吃汉堡，中餐便当，晚餐还来炸鸡，那你一定很羡慕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你不知道的是，他体检出来的报告啊，血脂肪红字，甚至还有脂肪肝。今天就要来告诉您，隐形胖子比真胖子更危险的3大原因，就是第一个，他们的内脏脂肪堆积引起多重代谢障碍，比真胖子更致命。第二个，看不出来胖会让他更加的错失早期治疗的机会。3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呢，它比真胖子还可以高出5成。首先来介绍一个看起来很瘦，但里面堆满脂肪的新物种，我们称之为 TOFI 瘦胖子，也就是呢 thin outside fat inside， 或者是称之为代谢性的肥胖，我们叫 MONW Metabolic Obese Normal Weight。 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指出呢，代谢性肥胖但是体重正常的这种 MONW， 他们的体重看起来是正常，但他们却是呢心血管疾病以及第2型糖尿病的常见的风险因子。美国医学会杂志 JAMA 他们的研究这边显示出来说呢，代谢性的肥胖但是体重正常的这一群人啊，他们的心血管疾病还有死亡率呢，其实比真正的真胖子还要高出 52%， 而且呢他们的年纪越大风险就越高。比如说呢50-60岁的时候呢，它的风险呢是20-30岁的3倍，但是呢65岁以上之后呢，它比人家的风险可以高达4倍。那么有些人呢，他们的 BMI 正常就是身体质量指数正常，甚至是偏低，可是他们体内的脂肪呢却是严重的超标，尤其是内脏脂肪。看到没？你的外表可能是瘦的，但是呢你的内在可能已经是一个胖子了。而且这个胖子啊，还专门胖在最要命的地方，就是内脏。我们从小到大，医学上呢都教我们用 BMI 来做一个肥胖的指标。那么 BMI 的指数呢，计算的方法就是你的体重几公斤，然后除以你的身高的平方那你身高当然是用几公尺。那如果小于 18.5 的话叫做过瘦，如果介于24之间的话呢叫正常，超过24的话到27，这个叫体重过重，超过27才叫肥胖。那你可能呢一直都在正常范围之内，甚至你还是属于偏瘦过瘦的那个族群，所以呢你就会觉得你自己一直是很健康的。可是呢问题就出在 BMI 啊，它只能够呢粗略的反映你的体重跟你的身高的比例，它根本没有办法告诉你内脏脂肪它的分布。这就好比呢你去买一台电脑，然后呢你只看它的外壳漂不漂亮，可是你却不知道呢它里面装的是高效处理器还是一个老旧的奔腾2代。这一群瘦胖子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又不胖，我怎么会有代谢的问题，我怎么会有高血压、脂肪肝、动脉硬化呢？很遗憾的是，你就是那种脂肪太会藏的人了。这种人是最危险的，因为他们平常呢都太晚发现自己快要爆肝了，然后呢爆血管了，爆人生了。所以呢瘦不能够代表健康，内脏脂肪才是最大的重点。那我每一次跟客人讲内脏脂肪，客人就说对呀，是这一圈啊，啤酒肚啊，游泳圈啊。那瘦子呢他就说没有啊，我没有游泳圈啊，我没有啤酒肚啊，你看我这么瘦。错，脂肪呢有分成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。这个内脏脂肪它根本不是游泳圈，你这个游泳圈其实就是皮下脂肪而已。当然过多的皮下脂肪也不好，但是它跟内脏脂肪比起来呢，它的伤害性还是小巫见大巫。内脏脂肪呢 visceral fat， 顾名思义它是环绕在你的内脏的周围，比如说包在你的肝脏的外面，包在你的肠子的外面，那一群才叫内脏脂肪。它就像流氓一样就是占据你身体里面这些最重要的器官，然后为所欲为。那么内脏脂肪为什么会引起多重代谢的问题呢？而且还是致命性的问题。那传统上呢，你认为脂肪细胞呢就只是储存能量的地方，安安静静在那里堆着。可是现在的医学是发现呢，脂肪细胞非常的活跃，特别是内脏脂肪它其实呢是一个
轻型的内分泌器官，它会分泌各种的脂肪激素，我们叫做 adipokines， 它就像是一个毒素工厂一样哦，不停的给你分泌毒素，分泌毒素。内脏脂肪啊，它分泌各种的 adipokines， 叫脂肪激素，它可以大量的分泌3大毒素出来。第一大毒素呢，就是发炎因子，我们叫 pro-inflammatory cytokine。例如说呢，肿瘤坏死因子，例如白细胞介素第6型，这些因子啊，都是火上加油的，会引起你全身广泛性的慢性的发炎。长期慢性的发炎是万病之母，包括动脉硬化，包括糖尿病，包括高血压这些慢性病。再第二个呢，它会分泌一个叫做抵抗素 resistin。resistin 的话会造成你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，也就是呢开始了你的胰岛素阻抗。那么胰岛素阻抗啊，就是糖尿病跟代谢症候群的前兆，也是关键。你的胰脏呢，为了要降低血糖，可是呢，它现在已经被你的细胞对它产生抗药性了，它就没有办法去降血糖，只好越分泌越多，越分泌越多，后来胰脏就变成过劳死。再来第3个毒素是呢，瘦素抵抗。leptin 这个瘦素是抑制食欲，可以帮助我们燃烧脂肪的一种激素。可是呢，当我们的内脏脂肪过多的时候，我们对于 leptin 就产生一个阻抗性，那你就会越来越容易饿，食欲大增，越吃越胖，恶性循环。除此之外呢，内脏脂肪啊还会毒害你的肝脏。你以为只有喝酒才会伤肝吗？可是你知道吗？现在有很多人非酒精性的脂肪肝，全世界估计啊有1/4以上的人都有非酒精性的脂肪肝，不是因为喝酒造成的脂肪肝。然后他们呢常常到肝硬化才发现，那内脏脂肪过多会释放出大量的游离的脂肪酸，这些脂肪酸呢直接进入肝脏里面，导致呢肝脏就产生更多的低密度脂蛋白 LDL， 也就是所谓的坏的胆固醇，还有产生更多的三酸甘油脂，囤积了这些 LDL 跟三酸甘油脂。第2大危险就是呢，因为外表正常，所以你就不会及早发现。一般我们对 BMI 进行测量的时候呢，是测不到你的内脏脂肪的，你也搞不清楚你的脂肪到底是分布在皮下还是内脏，所以呢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盲区，也就是呢，隐形胖子最大的危险。他们往往会对自己的健康缺乏警觉，甚至觉得自己很健康，而忽略了身体检查，或是呢忽略他们生活习惯的调整，等到被诊断出来的时候都是偏晚了。那反而真胖子啊，因为外形很明显，然后大家这个媒体给他的一些资讯啊，还有这个同侪之间给他的资讯也都比较多，他们反而会比较主动的寻求减重或者是健康的管理。那么第3大原因是呢，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啊，会比真胖子高50%。内脏脂肪它的发炎因子，还有它这些脂肪激素啊，不但引起了你血脂肪的代谢的异常，造成你高血脂、高血压，它更进一步的呢，会加速你的动脉硬化。因为慢性发炎呢，损害你的血管内皮细胞，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之后呢，你这些胆固醇就更容易的卡在你的血管上面，然后产生了所谓的钙化斑，造成你血管变硬变窄。因此啊，血压升高，心脏病风险增加，中风风险也增加，也可能年轻轻就发生年轻型的心肌梗塞。所以内脏脂肪啊，真的很闹。即使你看起来像纸片人啊，如果你的脂肪都是跑到你的内脏的话，可能会在35岁以前你就收集到脂肪肝、高血压、高血脂、糖尿病、冠状动脉疾病、钙化等等，还会造成你的肾小球啊更加的受累，那造成蛋白尿，所以最后连你的肾脏都遭殃。你的身体是你体验地球之旅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，这些都是你在高维度的生活里面体验不到的。所以你的身体是何其的重要，值得你更好的来保护它。你可能会说，我吃的不多，怎么还会有内脏脂肪的堆积呢？问得好。以下几个原因呢，就是让你的内脏脂肪悄悄找上的原因。第一个就是隐形热量，第2个是久坐不动，第3个是慢性压力，第4个是睡眠不足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隐形热量。也就是你以为健康餐呢，其实呢可能是脂肪餐。很多的瘦子他们自己都觉得吃得很健康。最大误区就是很多人以为啊，吃水果是很健康，喝果汁是很健康，吃优酪乳是很健康。可是你不晓得这些呢，市面上卖的这些果汁其实加了很多的糖哦，
包括可能你以为的果菜汁，它里面其实都有好多的糖。可能你吃到的果菜营养素不多，但是呢，你吃到的糖很多。那有些人是吃菜跟肉不吃饭，但如果是呢大量的油，他去炒的肉、炒的菜，或者是肉是油炸的，那热量一样很高啊，并不是因为你没有吃淀粉，你就不会接受到热量啊。另外是宵夜的恶习，很多人呢在晚上啊还在吃油炸的炸鸡啊、炸薯条啊，高热量的食物，已经快要睡觉的时候啊，你的代谢就已经变慢了，所以你这个时候吃下去的这些热量是都消化不掉，它就是变成了内脏脂肪。第二个问题就是久坐不动，不管是上班的时间，或者是回家的时间，或者是吃饭的时间，还有看电视滑手机的时间，你的屁股是不是就是跟沙发粘在一起，就像一个 couch potato 一样。当你长时间都不动，你身体的热量消耗是很少的，脂肪就会越来越囤积。所以即便你吃的不多，可是呢，如果你动得太少，一样就是囤成脂肪。第三个是呢，慢性压力，因为压力啊是一个脂肪的催化剂。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呢，压力山大，不管是学业，不管是工作、感情、生活，像潮水般的涌来。你以为呢，压力只是会造成你失眠吗？跟焦虑吗？不是的，压力会造成你的内脏脂肪囤积，而且是大爆棚。当你的身体面对压力的时候，你就分泌所谓的肾上腺皮质醇嘛，我们又俗称它叫做压力荷尔蒙。这个肾上腺皮质醇啊，就会增加食欲，特别是呢，对于高糖高脂的食物的渴望。所以长期的处于高压的状态呢，即便你吃的再少，即便你运动的再多，你的内脏脂肪都可能悄悄的增长。第四个是呢，睡眠不足，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文明病。你的肝脏呢，在睡眠不足的状况之下，会加班生产脂肪。睡不饱就是精神不好而已，别傻了。睡眠不足会影响你的荷尔蒙的平衡，导致瘦素 leptin 分泌减少，让你更容易感到饥饿。更可怕的是呢，研究发现，睡眠不足啊，会让你的肝脏在夜间加班生产脂肪。你睡得越少，你的肝脏越努力的把多余的热量转化成脂肪，然后囤积到你的内脏。那到底怎么样能够知道你是不是 TOFI 这一组的瘦胖子呢？不能靠体重嘛，也不能靠身体质量指数嘛。所以这里有几个指标要跟各位讲，请大家一定要记起来。一个就是健康腰围，男性的话，你的腰围一定要小于90公分，也就是大概35寸。那么女性的话，你的腰围一定要保持小于80公分，也就是大概31寸。如果你的腰围超标的话呢，即便你的 BMI 身体质量指数是正常的，你也还是要特别警惕，因为你的腰围超标，表示你的内脏脂肪可能就已经超标了。再来是内脏脂肪的等级，我们一般的体脂计就会给出一个内脏脂肪的等级，通常它是在1到9左右。如果10到14的话呢，是算是偏高；如果15以上的话，就真的是危险哦。你要知道你的内脏脂肪是第几级。从今天开始啊，你不要再让你自己瘦等于健康这样的迷思来限制住了。你应该真正的是要关注的是呢，你的身体的组成、你的体脂肪、你的内脏脂肪等级、你的代谢的状况、你的生活的品质。然后记住，外瘦内胖比单纯的胖子更危险。我是王丽慧，下次再跟各位聊聊你们身体里的小剧场。